34年前，他在海湾战争中首次亮相，以教科书般的精确打击震惊了世界。34年后的今天，一枚看似老年的亚音速导弹，却再次将世界两大核大国推向了核对抗的边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棋盘上，这把战斧 BGM-109 巡航导弹成了一张美国借乌克兰之手对俄极限施压的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跑到白宫，要的不是别的，正是这款射程动辄超过1600公里、最大能达到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一旦这批战斧落地乌克兰，理论上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和重要能源设施都将暴露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内。俄罗斯方面当然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反应也是相当强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直接放出狠话，警告华盛顿，提供战斧可能导致所有人都遭殃，尤其是特朗普本人。这话说得够直白，够火药味。他打出的这张牌精准地抓住了战斧最敏感的软肋，那就是核常兼备的战略模糊。想当年战斧的第一批次 BGM-109A 可是实打实装备了 W80 核弹头的。虽然美军早已将其核型号退役，现在提供给盟友的都是常规弹头，但其弹体结构、尺寸、重量和发射平台与核常兼备的型号基本相同，外观上根本无法区分。梅德韦杰夫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一旦战斧飞过来，俄方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判断这到底是一枚常规导弹还是一枚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工具。更别提乌军使用这种高度复杂的武器，肯定需要美国的承包商进行全程操作、管理和维护，这等于是美国人自己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所以俄罗斯的回应是在这种模糊状态下，他们只能按最坏的打算来，一旦被攻击，可能直接启动核反击。这一下就把美国政府想要用战斧作为谈判筹码的战略清晰给硬生生怼回了可能引发全球灾难的战略升级。俄方强硬的态度让美国犹豫了起来。截至写稿，美媒的最新报道中称，特朗普在与普京进行长时间通话后，态度变得谨慎，暂时拒绝了向乌克兰提供战斧，理由是担心事态升级。而泽连斯基这次白宫之行虽然进行了尖锐对话，但最终还是很现实的空手而归。这背后无疑是大国博弈中对核风险的审慎和恐惧在起作用。这场核乌战场上的战斧风波不光牵动着美俄的神经，也给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了一个冷峻的参照。就在乌克兰在求战斧的同时，美国的亚太盟友已经大批量订货了。日本已正式签署协议，打算采购400枚战斧，澳大利亚也购买了200枚。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正进行被称为拆盾装锚的改装，把原本的防御舰变成了远程打击平台。这种射程达1600公里的导弹，一旦部署到日本的宙斯盾舰上，整个东亚的战略平衡都将被撼动。俄罗斯的战略模糊逻辑完全可以被套用过来。如果部署在日本的战斧来袭，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日本自卫队发射的，还是驻日美军发射的？这背后的核风险让人不得不重新掂量。那么这款能引发核威胁的老家伙，究竟为什么能让两大国如此紧张？在许多军事爱好者眼中，战斧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速度慢，外形也不像高超音速武器那样充满科幻感，似乎早已落伍。但战斧的哲学从来都不是追求极致的速度，而是追求慢而精准，低而隐蔽。它的设计就像一把贴地飞行的剃刀，战斧的飞行高度极低，通常在10米到150米之间巡航。这种低空掠地飞行能有效躲避地面雷达的探测。相比于那些弹道高昂、航迹可预测的弹道导弹，战斧就像在雷达盲区中穿行的幽灵。它的智慧之眼更是历经了几代进化。早期的战斧依靠的是惯性导航和地面匹配，所谓 TERCOM 就像是导弹内部预存了一张详细的地形等高线地图，导弹通过雷达高度计测量实际飞行地形，并与预存地图进行比对，发现偏差就自动修正。这种方式在山区和复杂地形中尤为有效。而真正的飞跃发生在1993年服役的 Blank 3批次，它整合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GPS 的加持使得战斧的打击精度从米级误差公算降到了惊人的米级精度，这样常规弹头也足以对目标实施毁灭性的精准打击。这也是战斧能够成为精确打击艺术代表的重要原因。到了更先进的布朗克4战术战斧，
它已经不再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死板武器了，它进化成了一个巡航侦察机。它拥有双向卫星 UHF 数据链，这意味着指挥官可以在导弹飞行途中修改目标，甚至可以在目标区上空盘旋长达2小时，进行战场侦察和攻击效果评估。这种人在回路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加了它打击移动目标或时间敏感目标的能力。最新的布朗克5型则继续强化了生存能力和多用途性，它升级了通信和导航系统，能够更有效地抗干扰，确保在 GPS 被压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精准命中。同时它新增了海上打击型，使其具备了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射程达到了1600公里，这对美国海军来说是在反舰能力上的一次重大补强。战斧的诞生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博弈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苏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然而射程在500公里以上的巡航导弹却成为了不受条件限制的漏洞。美苏两国心照不宣地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巡航导弹的研发中，这为战斧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政治窗口。技术方面，威廉斯公司研发的小型 WR-19 涡扇发动机体积小、推力大，解决了巡航导弹小型化的核心难题，加上核武器的小型化，使得战斧能够携带核导弹，在早期被赋予了战略和威慑任务。然而战斧最大的战略价值其实是它的经济性和广泛的部署平台。在冷战后，战斧凭借其成熟可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迅速成为美军对外干预的首选武器。它可以在敌方防空圈外发射，通过舰艇或潜艇进行部署，极大地提高了美军的威慑能力和打击灵活性。这种对军事力量的象征性运用被称为战斧外交。1983年正式服役的战斧在冷战期间主要扮演的是战略和威慑的角色，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号，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起了沙漠风暴行动。在战斗机进入伊拉克领空之前，美国海军从水面舰艇和核潜艇上发射了近300枚战斧导弹，作为踹门的第一波打击，他们精准命中了伊军的指挥控制中心、防空阵地、通信枢纽等高价值固定目标。虽然海军后来透露，海湾战争中战斧的总体成功率约为60%，但这次实战是高技术武器巨大威力的首次集中展示，它标志着现代战争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机械化战争向高科技信息化战争转变。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战斧几乎成了美国军事行动的代名词。在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它频频亮相，精确打击，克敌制胜，用精确制导武器的巨大威力，开启了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时代，是美国展示军事决心和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手的手术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斧的战略价值也正在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款老兵正面临着来自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巨大压力。高超音速武器以5马赫以上的速度飞行，机动性强，拦截难度极高。美国军方虽然急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来取代战斧，但多数项目都因技术复杂、军种内斗、资源分散等原因进展缓慢甚至夭折。战斧背后的斧头帮以雷神公司为代表的军工利益集团，依靠着成熟的生产线和强大的游说能力，不断挤占着新项目的空间，维护着这款老兵的饭碗。另一方面，战斧这款老而弥坚的武器正在变成一个恐怖的吞金兽。我们前面提到，早期的战术战斧目标是把单价降到几十万美元，但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显示，由于新型号的升级以及供应链危机的影响，战斧巡航导弹的采购单价在短短几年内直线飙升。2023年单枚价格约1324万美元，而预计到2025年，单价可能高达3400万美元。这种价格比许多高性能的超音速导弹还要昂贵得多，与一些类似型号的导弹相比，简直是天价。这种不合理的开支反映出美国军工系统的内部混乱和合法腐败的冰山一角，正在从根本上侵蚀美国的军事优势。于是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美国陆军迅速推出了中程能力计划，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这个系统以希腊神话中的万妖之王命名，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填补了中程火力空白。低风系统的部署无疑是美军在全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恢复陆基远程打击能力的关键一步。今年4月，地锋系统首次被部署到菲律宾北部，并计划部署到日本。这正是美国在应对大国竞争战略下试图构建的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的一部分。通过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美国试图将对手的重要战略目标置于打击范围之内，以此威慑并迟滞对手的行动。战斧导弹在战略层面的最大价值早已超越其物理性能，而在于它赋予了美国及其盟友非接触式精准报复的能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大量采购战斧，并部署在海基或陆基平台上，意图构建对大国海岸线的远程威慑和先发制人打击能力。这使得巡航导弹的军贸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从长远来看，面对高超音速武器带来的挑战，战斧终将走向黄昏。美国的战略目标必然是从战斧的阴影中走出来，将资源集中到更具颠覆性的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网络化作战体系上。正如俄乌战争中，民用太空科技被迅速运用到军事通信和情报中，未来的战争是将体系化的、网络化的和智能化的。导弹本身不再是孤立的武器，而是传感器到射手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美国陆军的网络2030项目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将每一个传感器平台与每一个武器系统相连接的 C4ISR 网络，实现哪里能看到就能打向任何地方的愿景。在这个未来战场上，像战斧布朗克5这样的新导弹，其价值不再是单一的战斗部，而是它作为网络节点，能够快速接收信息，重新瞄准，提供战果评估的能力。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观察战斧的兴衰，不仅要看它在局部冲突中的锋芒，更要洞察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技术瓶颈和经济博弈。这把30多年前的战斧，至今仍在切割着新的地缘政治版图，也在逼着所有的军事大国进行一场痛苦而又深刻的军事转型。那么你认为，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等国正在加速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情况，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模糊警告这个策略是否同样适用于东亚地区？能有效遏制这些远程打击力量的威胁吗？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点和见解。